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通过临床发现，几乎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腹部都有多个硬结、包块和条索。这些包块和条索，如果按之软而薄者属虚，紧硬而厚者属痰湿，所条或一片较硬属寒，瘀，小腹按之紧张属淤血，上腹紧张多属气滞，坚硬不移者属淤血，柔软不移者属痰湿，时隐时现者属寒凝气滞。而且几乎所有慢性疾患在腹部还都能找到相应的阻止点，也就是说，一切慢性病都可以在腹部找到其对应的蛛丝马迹。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好处，当我们的慢性病迁延不愈，但又不知病因何在，如何治疗的时候，那时你就去寻找腹部的阻滞点。所以今天小关就教大家辨别这些蛛丝马迹，以及对症下药的办法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前面也说了，要知道病症所在，就要去寻找腹部的不寻常之处。它也许是一个硬块，也许是一个痛点，也许是一个水槽，也许是一个气团。只要把它通过外气发气冲散，您会发现您的慢性病也会随之消失了。那么具体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呢？当然是揉腹了。揉腹养生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，早在南北朝齐梁时期，达摩写的《易筋经》中就有揉腹法，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在唐代孙思邈也以食后行百步，常以手摩腹作为自己的益寿之道。到了清代雍正年间，方开所传《延年九传法》便详细地介绍了用手揉腹的方法，并由颜伟绘图说明。已故揉萁大师李世因老人谈到揉腹法时说过，所有病根都在此处揉腹揉肚脐，就是要把产生疾病的供养切断，把疾病的有序化打乱，拔掉病根，病灶失去了供养疾病，自然就无法再生长发展。因此很多疾病用揉腹的方就可把病根拔掉。说到这里，相信很多观友都存在疑问，揉腹为何有如此的效果？这是因为腹部在人体有着重要作用。中医学认为，背为阳，腹为阴，人体的肚子上包括了12正经中的任脉、胃经、肾经、肝经、脾经等重要经络，甚至还有冲脉、带脉等。可以说，肚脐周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心，相当于交通枢纽的环岛，上至咽喉，下至外生殖器，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个中心。腹部是五脏六腑所居之处，有肝、脾、胃、胆、大肠、小肠、肾、膀胱等脏器分布，因而在理症按摩要术中比喻腹部为五脏六腑之工程，阴阳气血之发源。常说的人活一口气，即人的生存一分一秒都离不开气，离了气，人的生命就会终结。但气能益人，也能害人。虽然人离不开气，但窝气成灾，故知病先治气，气行病自无。其次，推拿按摩在内经成书时代被称为导引按敲，是一种很重要的治疗手段。中医认为，几乎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腹部都有很多包块和条索。对于这类患者，疏通腹部经络的堵滞，解除经筋粘连，就可治疗很多疾病。如果您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慢性病，但是揉萁时却在某个部位有阻滞点，那您一定要赶紧将它揉开，因为那将来必是个隐患。腹部有几个部位是痰湿凝结和肌肉粘连的重点，最严重的一般是肚脐周围，其次是中脘区域、小腹区域，还有就是足阳明胃经的路线。之所以说区域，是因为推拿作用的是一条线或者一个面，而不是像针灸那样是一个点。特别要指出的是肚脐及周围，神阙穴
是连接先天能量和后天能量的唯一穴位，也是启动先天能量的核心和关键。此时此刻，节目前的观友们，请你用手摸一摸自己肚脐周围有没有硬块或者是痛点，腹部的包块越多越硬，病就越难治。反之，把包块揉散柔软，再严重的疾病也有康复的希望。宋代修炼家张子阳在《悟真篇》曾言：劝君穷去生身处，返本还原是药王。这里的生身处指的就是肚脐神阙穴，有人一揉脐就会打嗝放屁，那是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效果最好。有人则会腹中咕咕水声，这是腹中沉积多日的浊水。这种湿浊如果不及早排出，循经上头则头痛眩晕，阻塞毛孔则皮炎湿疹，遇肝火则化痰，逢脾虚则腹泻，疑患无穷。胃不和则寝不安，是说肚子不舒服就别想睡踏实觉。有人长期睡眠不好，或勉浅易醒，或辗转难眠，或噩梦不断，只能靠安定来麻醉神经，真是痛苦不堪。建议您赶紧揉脐，你会很容易找到阻滞点，坚持揉脐直到揉开，那么从此以后您就可以告别漫漫长夜、忧愁枕，一觉睡过日三竿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揉脐时发现有的人肚子鼓鼓的，按下去不痛，但是像个皮球，这怎么办呢？爱出现这种症状的，多是有事儿总闷在心里的人，必须先放弃。放弃的方法有很多，萝卜能通气，吃豆爱放屁，这类民间疗法都很好用，需要多做屡让浊气排出去。这种人肠胃时常会出现问题，或痛或胀或腹泻，他的痛点在较深层的地方。有的人肚子痛点很多，一揉就疼，揉了几天也揉不开，通常这是气滞时间很长，已经有淤血阻滞其中了。这时需要坚持揉脐直到揉开，排除健康隐患，就可以疏通腹部经络了。有的人肚子软软的，按压哪里都不痛，但是仍然会觉得腹中闷胀不舒，这通常是中气不足，气血过少造成的。还有人胸窝下用手按压，咕咕有水声，开始时水声很小，发的地方还有些痛，这是浊气裹水，越发水声越大，打了几个嗝或放了几个屁后，整个肚子就成了水声一片，这时是把死水给发活了，很快就可以从膀胱排出了。这种浊水你不将它排出，它可以长期停在胃肠之间，影响脏腑的正常运行。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喝水呢？是因为本来就有水堵在胃肠之间，下不去。如再要按西医的倡导，每天喝几千毫升的水来排毒，那就先水中毒了。所以喝水能排毒也可中毒，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好。揉腹揉脐操作起来相对简单，症状轻者可以自我操作，坚持日久必有祛病延年之良效。症状重者可以请专业中医推拿治疗。当代人普遍吃得太多太好，同时又消化吸收差，导致了不是很胖就是很瘦，其实这都是脾胃肝胆方面出了问题。做揉腹时，除了梳理消除腹部的包块和条索，大小便也会变得更正常有规律，排出体内预知过剩的垃圾，同时又能对肝胆脾胃起到双向调节作用。实症可以泻，虚症可以补。胖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腹部推拿可以逐渐变瘦，营养不良的瘦子经过腹部推拿后，脾胃功能得到梳理加强，气血变得旺盛，肌肉慢慢会变得强壮起来。阳明胃经是多气多血之经，经常梳理可让身体气血充足，有效治疗各种胃病，如胃胀、胃痛、胃溃疡等，对吃不下饭、胃口不好有明显疗效。同时可治疗膝踝关节问题，因为膝踝关节大部分都被足阳明胃经所包裹着，有些患者能吃得下，但是消化力差，饭后腹部经常胀满不适，
还有些患者腿部容易肿胀，这时候就需要处理脾经。素问治之要大论讲，诸湿肿满皆属于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脾胃经都通畅，吃喝拉撒正常，结果必然会有个健康的好身体。在中国古代成语中有一个成语叫腹背受敌，简单来说指的是腹部和背部受到威胁时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当然了，揉腹有很好的保健效果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，特别是以下几类人最好不要揉腹：一、过饱或者饥饿的人；二、妊娠及经期妇女；三、皮肤病患者；四、腹腔内已确诊有肿瘤；五、感染或出血病症的人群；六、肚子莫名其妙疼痛的人；七、刚做过腹部手术的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希望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喜欢小关，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